开学退散，我知道你不想开学，因为我也是。我这个学期要开学前，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痛苦，就像要去坐牢一样。但是我发现了有5个心态可以让我们比较有动力去开学，所以我想要分享给你们。第一个，首先为什么会不想开学呢？就是因为暑假或是寒假有了太多好玩的事情，还有美好的回忆，所以不想要开学。面对日复一日，还有课程、考试，样样都来，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现在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大力的回想你暑假或是寒假发生的那些美好记忆。就像脑筋急转弯里面的 Riley， 他呢就是因为有了一些好的记忆的那些金球在那边滚动嘛，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些 core memories。所以呢，我们自己也有，但是如果不透过一直回想，一直去重复的想，我们是不会记得很清楚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记得的话，那之后开学遇到的困难，我们就会觉得天哪，天要塌下来了，怎么会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有那些好的记忆存留够深刻的话，我们就可以因为那些记忆让我们更有力气还有勇气去面对之后开学会遇到的各种的困难。所以现在请你拿出手机，然后狂滑你寒暑假那些美好的回忆，把你喜欢的照片啊、影片啊全部好好的再看过一遍。然后我的话，我还会把那些照片存在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日记的账号，然后我会把它全部集结成一起，然后做成一个集合这样子的样子。那这样子未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留存的美好的记忆，我就会比较安然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美好回忆全部集结在一起，不管你是要做影片，还是做照片合集，还是把它存在你的账户里面，或者是印出来贴在墙壁上，我觉得都可以。但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先回顾过去美好的回忆，这样子才会让开学变得心甘情愿，才不会觉得怎么美好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而我们还没享受好就要开学了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帮自己创造小小成就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不想要开学，或者不想要考试，不想要读书，是因为那件事情没有成就感。但是如果你想想，你因为完成了一件事情，然后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这样子你就会想要有继续做下去的动力。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让开学让自己有成就感呢？先不用想很大的，例如说什么我要考第1名，或者是我要考全校前几名，先不用，就是先想说我只要先完成一件事情，然后给自己一个小小鼓励，这样子就算我已经达成一件小小的事情，这样子就是有成就感了。所以呢，就是例如在开学前可能会整理房间，或者是要开始整理你的书包。那这时候呢，如果你看到你桌上垃圾，或者是你房间有一些地方有点乱，那你就把那些地方整理好，然后把垃圾拿出去丢一丢，这样子就算完成了一件事。那完成以后就可以打勾，打勾完以后呢，就是代表你完成了一件事，那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小小成就感。那这个小小成就感呢，它就会让你有更多动力去推进更大的事情。一件滚着一件，像滚雪球一样，这样子你就会有更多动力去完成一件又一件的事情。第三个，我觉得超级有效，而且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呢，我们在开学第一天，常常会想要自己穿得很漂亮呢，然后把自己所有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但其实就是开学第一天，其实大家都是带着一个很不想要去上学的心情，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不用这么的要求完美。以前的我呢，都会在开学第一天准备很久，甚至
4个就是呢，利用第1周和第2周。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那你应该会知道前3周都是加退选的时候吧？那如果你是高中生呢，第1、2周一定是老师会开始问你们说，你们暑假或者你们寒假在干嘛？然后你们放假有没有好好写功课，或是好好准备之后大考呢？所以第1、2周通常连老师都是在待机状况，待开机状况。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刚才那个应该不一定，有一些老师应该是很早就准备好了，我怕把话说得太满，所以呢，总之就是学生可以偷偷利用第1、2周的时间，那要做什么呢？就是你暑假或寒假一定有一些规划嘛，例如说你想要画画，或者是你想要看某一部电影，又或者是你想要学习剪片。但是你都没有开始，就是到了放假要结束前才想说怎么办？我什么事情都没做，结果就要开学了。那这个时候真的开学了，你会心甘情愿的投入在你课业里面吗？当然是不会的。所以第1、2周就是要让你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可以做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例如你本来想要画10张图。那现在你有2周的时间，你可以画1张图。那只要你画完1张，就像前面讲的 accomplish a small goal， 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成就感，那你就会有动力去做更大的事，或者是你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就好好利用第1、2周，把你想做的事情赶快做一做，做了一小部分没关系，反正还有下一个假期嘛。那下一个假期再继续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就好啦。但是总之就是要有一个开始，然后赶快把它做到一个你想要的状态，这样子你就会比较有动力想要去开始这个学期。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很想要把我之前上一个学期学的法文数字0到100，还有一些星期几啊，然后月份怎么讲的，统整成一篇文章。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我都觉得好麻烦哦，就是还要打字，然后常常那些法文就是也不是我很熟悉的，所以就是打字需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就一直没有做。但是开学我就还是一直留着那个我上课的时候的手写档，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打成一个电子档，这样子会比较好保存。所以呢，我就利用了就是开学第1周快结束的时候，然后我学校的事情也处理的差不多了，我就开始把它统整起来，然后还真的花了2个多小时，然后做完了整个统整，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开心。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这足以让你觉得你有动力可以继续整个学期的课业了。第5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啦。我的水壶刚差点被我拨到地上去，超可怕！幸好没有，不然是玻璃了，脸是破掉。好，第5个，那第5个呢，就是我觉得现代人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放慢脚步。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差别，因为以前我通常都是会压线到教室，就是可能8点10分上课，我就是真的8点出门，然后8点10分踏进教室。但是呢，现在我决定我就是要任何事情都提早。那提早有什么好处呢？提早你就不用那么急忙的，然后匆忙的赶到教室，你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好好放慢脚步去走路，然后好好的跟内心对话，也不会一直想着怎么办，我要迟到了，然后我要赶快加紧脚步，然后什么现在天气好热之类，等一下又要考试，反正就是心烦意乱。那如果慢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身体比较放松，然后心里也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所以我觉得放慢脚步是一个我们现代人都要好好提醒自己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社群软体还有一切资讯过于快速的时代，所以我们常常也因为别人的脚步而不经意的就加快了自己的步伐，然后却觉得很常迷惘，然后迷失了自己。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慢脚步，倾听自己要的是什么，还有想一下我们日常发生的事情
挑战。那就是这样子啦，这就是5个我觉得对我来说，经过这一个礼拜开学第1周以来我最有感觉的，所以我也想要分享给你们。做的这5件事让我对于开学没有那么的不情愿，然后也觉得这个礼拜过得还挺好的，就是不会很焦虑，也不会因为觉得我没有放假放够而觉得好烦又要去上学这种感觉，反而我能更专注在我课堂的时候而且我课堂偷偷先跟你们分享，这之后我可能会做一个影片，就是我发现要让课程比较专心比较投入的话，就是你可以拿一张空白的纸，然后从零开始做属于你自己的笔记，这样子就能够让你觉得自己在创作，然后自己是有写出自己东西来的这种感觉，不会只是一味着听老师讲，然后觉得好无聊，或是晃神，然后神游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偷偷先跟你们预告这个小方法，就是能够让上课更专注、更投入的一个方法。那就这样啦，我们下次见啊！对，如果你想要有英文版本的话，你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因为我上一支影片是用英文讲的，那或许跟里面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每次都是按照当时有想要讲的或者是例子有想到的才会就在影片中讲，所以或许有点不一样。但是总而言之，这5个 tips 是一样的，那就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